遇事不决来盘昆特牌，丽莎在桌面游戏上狠狠血虐了老爸，玩大战役全见了老莫，玩大富翁让老莫破产，玩斗棋打得老莫落花流水。彭默不是宰相，肚里依旧能撑船。他说玩游戏就是要笑着玩，有乖女儿加入，他在人生这场游戏里已经是赢家了。两位姨娘深受打动，多么温馨和睦的一家人呐！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，辛普森家不应该如此混，到底哪里出了错？丽莎一误，倒出关键，八仔不在，一下子所有事儿都说得通了。八仔最近搞恶作剧，害得全家被自助餐厅禁止入内，上了黑名单，所以老莫罚他关了禁闭。这次八仔实在太过分了，那个丧心病狂的小朋友会破坏冰淇淋机来做人造滑雪场啊！马姬夸老公这次雷厉风行，惩罚八仔很有成效，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再闹腾也。彭默自信一笑，说出每日金句，这叫严厉的爱。我是他爸，不是他好哥们儿。八仔现在会恨我，但总有一天他会向别人盛赞自己有个好爸爸。马姬问：咱们辛普森家的大教育家，你又是怎么惩罚儿子的？彭默说很简单，我让他坐下，指指他的眼睛，颁给他一台顶配的电脑游戏装备。马姬和丽莎恍然大悟，彭默这不是惩罚八仔，是用电脑游戏堵住八仔的嘴而已。彭默反驳说，我这是让他沉迷进会麻痹精神的东西里，知道我们不用再为他负责，只要八仔不搞恶作剧，这个家是不是瞬间和谐清静了很多？八仔最近沉迷玩英雄联盟，还找来一帮同学组了个车队，这些玩家个个都是人才。八仔的上单斧头人把把超贵，马丁玩中单属于万年伏地魔，尼克森的打野开局一进野区，不到基地爆炸绝不出来。眼镜仔 AD 和辅助妹子下路化身取款机，两个能蹦能跳哭得很大声的300块，就这样一个玩具车队，谁遇上都能踩几脚。八仔作为车队的核心指挥，一路带领大家从坑底爬起，从黑铁打上钻石，终于在不断增加的胜场中，友谊越发牢固。彭默看在眼里，很是欣慰。他对马姬说：“没想到吧，现在玩游戏也能扩大社交圈。”马姬无法反驳。丽莎很惊讶，爸妈居然放纵八仔沉迷游戏，既然这样，他也要变成坏孩子。这话直接把侯默、马姬逗乐了。就丽莎这种重度道德洁癖、超级完美主义者，想学坏简直难如登天。面对父母的嘲笑，丽莎深感受辱。她冲回卧室开始撕作业，撕着撕着发现答案还能进一步优化，于是本能的开始重新写作业。浴室的门锁了1个小时，马姬怎么也叫不应。侯默强行破门而入，惊呼：“天哪！八仔在玩他自己的电脑！”八仔玩游戏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，甚至洗个澡都能打2把。马姬受不了了，警告侯默好好管管儿子。侯默于是准备拿出强硬态度给八仔借网瘾，八仔却说他们车队正在参加锦标赛，这可不是玩乐，是在干正事哦。侯默不以为然，一破打游戏的比赛能算什么正事？比得上篮球、足球、橄榄球？八仔说冠军奖金1000块，侯默马上翻脸，只要能赚钱那就是正事。八仔的小恶魔车队参加了学院杯总决赛，一举吊打对手。期末校长负责颁发奖金，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拿过1000巨款。八仔在他眼里的形象好像高大了起来。侯默给4名队友每人200，然后自己吞了八仔那份钱。八仔此时眼里也不在乎这点钱，他准备让车队休息片刻，准备训练，冲刺更高规格的比赛。侯默却建议孩子们叫好就收，打赢1场学院杯就够了，带着钱和荣誉解散队伍，回家乐呵去吧，否则后面肯定会被更强的对手虐得很惨，到时候退役可不好看呢。八仔却不想停手，他有那么多比赛，那么多荣誉可以争取呀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这次学院杯夺冠，赢得了参加城市争霸赛的资格，那个比赛的冠军奖金可是50万。彭默一听这数字，当场又是一翻脸，回家就开始读如何培养胡子。正所谓虎父无犬子，所以虎父从不看这种书，看这种书的也培养不出胡子。彭默不信这个邪，为了50万，他一定要成为大教育家。其实训孩子就跟训狗一样，跟萝卜大棒一起使，一巴掌要给俩枣。八仔想让老爸劝说老妈同意他继续打比赛，彭默给儿子上了一堂人生课，不要直接告诉妈妈不好的事儿，而是偷偷让他参与到他反对的事情里。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原则，彭默把八仔赢的奖金买成礼物送给了马姬。马姬惊喜之余意识到我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呀，老莫肯定又干什么坏事了。彭默说，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父亲，今后要更多的参与孩子的教育，所以我决定当八仔的游戏站的经纪人。换平时马姬一听儿子要打职业，肯定条件反对，但这新咖啡机煮出来的上等咖啡实在太有说服力了。彭默给八仔请来了一位退役选手，除了聊游戏话题，负责这货绝不开口，是个十足的怪胎。一看有前辈来指导，八仔心理压力很大，打得格外认真。退役哥仔细观察了八仔的操作，认为他有潜力打进全世界前10，但战队不能光在家里练，得把大家聚集在一起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培养默契，增强战队凝聚力。辛普森家的库房成了训练基地，人人配一套高端游戏设备。第一课咱们要学习如何操纵鼠标，手指点击鼠标时有一个微小快速的抽搐，可以减轻关节疲劳并及时纠错。为了尽可能高效利用训练时间，退役哥还简化了上厕所流程，尿急就说嘘，大的要来了就说拉。退役哥亲自上手教大家实战，没想到被年轻玩家打死了。他本就千疮百孔的自信心轰然不塌，感叹着光辉岁月是不在。他这样已经19岁的高龄玩家，还是经常打螺丝吧。退役哥的再次退役，严重打击了小恶魔战队的斗志。为了争取50万，侯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既然专业的不靠谱，那就让他这个门外汉来。经纪人侯默摇身一变成了教练侯默，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战队没有赞助，连队服都买不起。侯默用自己摸索的办法训练选手，核心就是狼性文化，要让选手们高度专注于游戏，做到心无旁骛，雷打不动。小孩子很容易投入，侯默又制定了10000个小时的训练周期，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侯默都在仔细研读如何培养胡子。他想着只要八仔夺得冠军，就等同于他是冠军，儿子这是在帮他实现梦想。作为一名老派中产白人，侯默的
的梦想当然不是电子游戏冠军，不过他这200多磅的肥躯也打不了什么球了，是个冠军就行了吧，他没什么好讲究的。看到老公如此在意儿子的教育，玛吉非常欣慰。她说自己一直很担心八仔长大了可能会坐牢。婆婆梦见自己参加了老爸俱乐部，里面都是靠孩子成长的父亲们，她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运动健将。一般小朋友就算从小喜欢某样运动，也不会很小就开始魔鬼式训练，通常都是大人逼迫的。这群啃子族得意地分享着自己如何逼孩子苦练的经验办法。婆婆羡慕他们享受孩子带来的名利时，又觉得他们有点太卑鄙了。这群人一起劝他，人生在世不用多做什么好事，自己躺平无所谓，只要把孩子培养成巨星，早上5点把孩子叫醒，训练再折磨也不为过，比赛再残酷也不为过，让孩子做梦也不能偷懒。当他们捧着奖杯上台演讲时，社会舆论会逼着他们感谢父母，这样一来，全父自己不用吃苦，就能靠胡子扬名立万了。靠孩子而活，用孩子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哪怕他们以后一定会恨你，无所谓，得到了名利就无所，只有这样才没白活呀。这个梦深深地影响了红墨。城市争霸赛的总决赛上，小恶魔战队将要挑战去年的冠军，他们穷的连队服都没有，年纪又普遍太小，因此不被观众们看好。比赛前中期，小恶魔战队一直处于极度劣势，对方教练直接半场开香槟，八仔临危不乱，指挥有度，最后成功偷掉了敌方的基地。他们不仅赢得了50万，还可以去韩国首尔参加全球总决赛，争夺世界冠军的荣誉。比赛的顺利让红墨和八仔的父子感情越发好了。丽莎开始吃醋，也闹着要去首尔玩。到了首尔后，辛普森一家到处游览，发现有一家佛学寺院，里面出售一种领悟禅意的岩画，只要998。如果是战队成员来玩，直接打9折。丽莎闹着老爸，耗费好几个小时画了一幅画。红墨正要珍藏他的大作，结果丽莎直接把画吹没了。那一刻，红墨突然顿悟，功名利禄成于土，他决定阻止八仔赢得世界冠军，以免在争名夺利的世俗欲望中沉沦太深。于是他毅然决然拔了比赛的网线，比赛取消，愤怒的观众开始闹事儿。棒子熟练地派出防暴警察镇压群众，他们的服务宗旨是不退门票。回春田镇的飞机上，小红魔战队反目成仇，围着八仔那一顿打量。红魔又在梦中拜访老爸俱乐部，结果被轰了出去。阻止孩子成名的父亲，他们认为是耻辱。红魔赶紧说：“我还有一个孩子，我可以逼他练沙滩排球。”老爸们问他：“那孩子几岁？”没满1岁，但又好像过了30几次1岁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小视频，我们再见。